大家可能知道最近关于推测南海海潮大地震的新闻。2022年，根据日本政府地震调查委员会计算，有近90%的几率能在未来40年内发生，还计算出其规模高达里氏9.1。虽然不是至今规模最大的地震灾害，有专业人员分析，其可能会超过唐山大地震，成为经济损失、人员伤亡最高的地震灾害。地震根据地理位置有海洋性地震和内陆性地震之分，而海洋性地震往往伴随着海啸，通常其破坏程度要远远大于内陆性地震。日本因处于4大板块交界处，成为世界上地震发生频率第2的国家，而第1推测可能是印尼。由于印尼人口稀少，地震带来的损失则比日本要小得多。由于这样的原因，日本为了减轻海洋板块运动造成的损失，为其投入大量的资源来建造各种避难所、坚固的房屋、地震防灾措施等，甚至耗费120亿美元在海洋城市新建海堤，总长近400公里。虽然这些海堤阻挡不了超过9级地震带来的海啸，但根据日本政府调查发现，在311地震中，这些防波堤不仅为疏散时间多争取了6分钟，同时还把近14公尺的海啸降低到8公尺，大大降低了海啸的破坏程度，也让人们意识到这些防波堤带来的巨大作用。地震作为自然界破坏程度最大的灾难之一，在人类历史上已经让我们见识到了它所带来的破坏力。1960年，在智利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地震，地震规模达到惊人的里氏9.5，是311大地震的30倍。但是，由于智利人口稀疏，并没有造成太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。地震震级一旦达到7级以上，地面就会剧烈震动，导致地面塌陷、分裂，相应的也会对地面上的建筑结构进行严重破坏。海洋性地震会引发海啸，震级越高，海浪就越高，这些洪水会对沿海城市造成毁灭的打击。内陆性地震则会引发山体滑坡，尤其是在丘陵或山区，会进一步导致基础设施破坏、道路阻塞，并对人类生命构成威胁。当然，还包括余震等。但注意的是，余震的级别并不一定会低于第1次震动，而且还会损坏通信设施、交通、电力等一切基础服务设施，会严重干扰震后的救援工作。根据统计，这些间接造成的人员伤亡高达48%。在美国阿拉斯加就发生过一起9.2级的地震，虽然仅仅震动了大地4分钟，但却引发了高达8级以上的巨大海啸。这场无情的自然力量直接摧毁了整个奇美加村。不过由于阿拉斯加人口稀少，最终仅有23人丧生。相比之下，在2011年发生了同样强大地震时的日本，付出了至少2万人的生命。1812年的2月28日，新马德里小城的居民被一次强烈的震动惊醒，家具在空中飞行，建筑物在倒塌，树木被连根拔起，倒在周围，沙子像喷泉般从地下涌出。那一天，教堂的钟声自行响起，工厂的烟囱纷纷倒塌，动物们的嚎叫使得这个真正末日般的场景更加恐怖。根据现代估计，那次地震的震级范围从6.7到8以上不等。然而，在19世纪初，当时华盛顿的官员并未将这一事件当成一回事，因为他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因地震活动而闻名的加利福尼亚地区。在更远的东部地区，密苏里州，以前从未记录发生过地震的地方，仿佛为了驳斥怀疑者的观点，大自然决定再给人类一次警告。1月23日和2月7日，一次地震达到了至少7.5级的震级，甚至有的消息称震级几乎接近9级。这次地壳变动使得密西西比河的一些部分河水反向流动，巨大的浪潮将船只冲上了岸边，沼泽地的土壤像沸水一样在冒泡和溅开。这一次，地面震动一直传到了华盛顿。这些地震波可以在2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范围内感觉到。科学家还检测到大约2000次较小的地震。当专家们抵达新马德里的震中时，
他们发现了40米的陨石坑，井口满是沙子。但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美国中西部发生了这样的灾难呢？历史是否有可能重演呢？这些当然不是无聊的话题，与19世纪初荒漠人烟的该地区相比，而今天这意味着差不多有4500万人处于危险之中。而发生在1906年的旧金山地震，使得旧金山成为一片混乱，变成了一个人间炼狱。它的震级跟新马德里地震一样强大，震动使得街道的泥泞波浪起伏，地面像海洋中的波浪一样移动，房屋被夷为平地，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上。因为消防通信被切断，火灾肆虐了整整3天，旧金山80%区域被完全摧毁，30万人无家可归。这场灾难切断了所有的电话和电报线路，像水利、电力等基础服务设施基本都瘫痪了。一些人开始洗劫城市，他们抢夺商场的物品、店里的财物等。为了阻止这些混乱的扩大，警方被授权了格杀令，他们有权当场射杀这些抢劫者。与此同时，医院也是不堪重负，有限的医护人员无法应对大量涌入的伤者。一名妇女甚至因为难以忍受可怕的痛苦而从4楼窗户跳下。根据估计，这次地震造成的伤亡人数约为3000人，给美国政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于是他们决定采取行动，并制定了一个特别的应急计划，教导人们在灾难中生存的基本原则。首先，如果地震开始时你恰巧在室内，你必须立即爬到桌子或其他坚固家具的下面。其次，远离门窗、墙壁和任何可能会倒下和破碎的物体，即使它们看起来很坚固。第三，地震时千万别坐电梯，有很大概率会被困在里面，或者更糟糕的是从高处摔下，后果大家可以自行脑补。第四，卧在原地等待震动停止。其实大多数时候，我们是在地震中寻找更为安全的藏身处而受伤。最后，如果灾难发生时你在室外，尽量待在你能找到的最开阔的区域，远离建筑物、树木等。记住，电线杆是你的敌人，任何会倒塌的东西，一旦地面发生移动，就肯定会倒下。如果当时你恰巧在海边玩耍，那么你将会遇到大麻烦。你唯一的逃生机会就是爬到你视野内能看到最高的地方。当然，别惦记着你的汽车，海啸的速度能达到战斗机那么快。虽然这些措施并不能100%让你得到安全，但起码能大大提升你在地震中的存活率。所以1994年的洛杉矶7级地震只造成了60人的死亡。当然，平时也可以看一些相关的灾难电影和纪录片等，能让你对这些自然灾害有更深入的了解。正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嘛。新马德里地震了，当然专家们知道那场可怕的地震，但当地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听说过，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一个问题：如果再次发生可怕的地震，谁会制定应急计划呢？科学家们肯定是不会放过这些曾经造成严重破坏的断层的。在80年代，地质学家布莱恩·阿特沃特就发现了一些关键的细节。研究生大卫·山口在1987年，阿特沃特通过研究死去的西洋红杉上的生长年轮后得出结论，这些树其实在1700年就停止生长，原因是在1969年的冬天，一场高达15米的海啸冲过海岸，海水淹没了该树林，并压实土壤，让这片树林中的树木的根部浸没在海水中。科学家们认为，这场毁灭性的海啸是在170西北地区位于卡斯卡迪亚俯冲带。这个断层带位于圣安的名为华盛顿州，它隐藏在地下，在这之前并不为人所知。华盛顿州在北美板块下方潜入到岩浆层下，这种摩擦导致了9或10级地震的发生，而其中一次地震发生在1700年。直到45年前，专家们才解开了卡斯卡迪亚的古老谜团。如今，通过现代技术预测，这个地区很有可能会再次遭受一系列重大地震的袭击。俄勒冈大学的地震学家迭戈·梅尔加认为，根据地震活动的模式，卡斯卡迪亚灾难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再次发生。但是，当地政府和普通民众是否为此做好准备呢？
在大西洋西北地区，只有在手机上安装特殊的应用程序，才有可能提前了解即将发生的灾难。但是即使收到通知，当大自然展示其真正的力量的时候，抵抗恐慌将变得非常困难。一切将从高频率的压缩波开始，狗会率先察觉到它们，并开始恐惧的嚎叫，而人类并不会感觉到脚下最初的微小震动。接着，地面会在低频率的表面波下轻微移动。在主要冲击发生之前，当地人只有大约5分钟的疏散时间。如果此时是夜晚，那么不好意思，除非当时你就在避难所内，才有可能幸免于难。因为在俄朗格州和华盛顿州，75%的建筑并没有考虑到这样的灾难，因此许多房屋将从地基上滑落，在震动的地面上滑行，并在过程中毁坏。家具会在房间中翻滚，并且会伤害到其中的人。最终大约有100万栋建筑会变成废墟，大多数道路和桥梁被毁坏，更不用说火车轨道和机场跑道了。警察局和医院也将难以幸存，因此等待帮助将毫无意义。尤其还有第二波的海啸，只有在震动停止的那一刻，你立即朝着远离海洋的方向飞奔，死不回头才有机会幸存。即使每个人都试图遵循安全措施，巨大和可怕的卡斯卡迪亚地震仍然会导致近13000人的死亡。这还是最乐观的预测情况下。如果卡斯卡迪亚地震发生在夏季，海滩上挤满了度假者，那么我们可以将这个数字翻倍甚至翻3倍。所以在你沿着海岸边缘散步之前，最好查看最新的地震消息。如果你住在距离断层线不远的地方，为了以防万一，最好用市场上最大的螺丝钉将所有的家具固定到地板上，将家电固定到家具上。对新马德里下隐藏的活动板块进行了科学调查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结果。雷达数据显示，北美板块确实由较小的板块组成，但它们已经在过去数百万年里处于被动状态。换句话说，美国中西部的可怕地震显然不是由地球深处的摩擦引起的。同时，对更早地层的研究证明，该地区这样的震动系列每200-300年就会发生一次。这意味着神秘的自然力量可能会在此袭击，甚至就在此刻。所以，意外和惊喜，谁也不知道哪个先来。如果它积累的能量比上一次更多，震动引着相应的构造板块移动，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够到达纽约。我们不要以为它们只是特定地区独有的。想要这些地区地震的原因，找到真相，必须放大视角，看到更广阔的联系。在世界历史上，有些地区发生地震时并没有构造界限，板块彼此之间相距甚远。在1556年，有记录以来最致命的地震发生在中国，它总共影响了97个省份。震中位于淮河流域，那里的地貌被毁坏，形成20米深的洞穴，河流的流向发生了逆转，山脉崩塌。而最可怕的是，数十座房屋与里面的人一起陷入了地下。整个地区的地下震动持续了6个月，最终导致83万人死亡。想象一下这个惊人的数字。当然，这个数据并没有科学家证实这一信息，可能有夸大的成分。不过，这神秘的力量并没有停止折磨地球和上面的生灵。在2018年，一场可怕的 7.5 级地震袭击了印度尼西亚，并引发了海啸。人们想要逃离，然而地面再也无法承载他们。土壤似乎变得像液体，并像波浪一样上下起伏。结果，大约有1700座房屋陷入地下，就像某些恐怖灾难电影中的场景一样。在许多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异常情况，包括印度、牙买加，甚至西班牙的马德里。在距离马德里几公里的挖掘工地上，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废弃的古罗马城镇遗迹，它显然遭受了一次大规模地震的袭击。整座建筑物都陷入其中，还有直径达到2米的沙坑，房屋就直接倒在里面。不过，同样的沙坑在新马德里也有，只是比原来的大了20倍。这个细节成了科学家推断的线索，导致美国中西部地区发生地震的原因是什么？经过确定，尽管一些受灾地区地下没有断层线，但却存在着厚厚的沙质土壤层。在马德里附近发现的井也是由于这种土壤层的存在。
而在新马德里地区，实际上也存在沙泉的痕迹。当地下水的压力在深处增加到喷射沙子的程度时，就会发生沙泉，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迹象，意味着整个中西部地区都是建立在可以突然下陷的沙土之上，而与板块的摩擦没有直接关系。这种地下的巨大变动令人难以置信，可能足够强大到会引发一系列地震。如果今天发生这种情况，比如在孟菲斯这个城市有超过100万人口，还有高达37层的摩天大楼，这将会是一场真正的灾难。这个城市正好建在湿润的沙土上，没有坚固的岩石作为支撑。如果这片土地发生震动，湿润的沙土将下沉，整个城市会被吞没。用螺丝、螺栓甚至打桩来加固地基都毫无用处。你设法跑到户外，将会看到喷射而出的沙土和地震造成的沙坑，而这仅仅只是在孟菲斯的情况。7.5级的地震还将使得圣路易斯、孟菲斯、纳什维尔、印第安纳波利斯、堪萨斯城等城市的摩天大楼下沉，整个地区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，成千上万的人们受到影响。这将不仅对该地区造成灾难性影响，而且会影响整个国家。地震会摧毁高速公路，破坏石油和天然气管道。此外，当震动传播到北美板块时，甚至会使一些在纽约、波士顿和芝加哥等地的摩天大楼摇摆。考虑到这场灾难的独特性，旧金山设计的地震安全防御措施将无济于事，因为这场灾难很可能在1个月内再次发生。新马德里地震的新版本可能夺走约100万人的生命，使其比历史上最致命的灾难更为严重。这将是一个极为可怕的局面，带来巨大的破坏和人员伤亡。目前推测，日本南海海潮地震可能会造成32万人的伤亡。通过模拟，会有约238万栋建筑倒塌，900万人无家可归，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20兆日元。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，一般海洋型地震都是有周期性的，一般是一次大的震动过后，会出现几次小的，然后再来一次大的，就这样周而复始。而日本南海海潮地区上一次发生的大震动是在1946年的昭和南海地震，过去了77年。为什么有专家推测最近会发生呢？原因在于这个区域已经很久没有发生过地震了，地底积攒了大量的能量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地区的地震周期有个特点，就是每3个就会发生一次超大地震，而上一次超大震动则在1707年的宝永地震。推测宝永地震的规模在 8.7 到 9.3 之间，海啸高度达到25米。可能很多人不清楚海啸是什么，接下来就简单的解释一下。在日语中，苏拉米意味着港口中的巨浪，据说这个词是由回港的渔民们想出来的。他们看到自己的港口被一股凶猛的巨浪摧毁了。事实上，在开放的海洋中，海啸通常不会超过1米的高度，但在长度上及波峰之间的距离，它们可以达到100到200公里的范围，这至少是普通海浪的1000倍以上。它们的速度就像喷气式飞机一样快，只有在沿海地区，海啸才会增长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。那么，如何解释这种突然而来的自然之怒呢？风并不是原因，就像普通海浪的情况一样，巨量的海水被水下短而强大的冲击力推动，引发海洋的大规模急剧变化，这是导致海啸的根本原因。它可能是地震、火山喷发、山体滑坡、爆炸、岩石和冰川崩塌，或者小行星撞击水面所引起的。然而，在 88% 的情况下，地震是主要的罪魁祸首。海啸与普通海浪不同，其驱动能量能穿过水体而非顶部，因此 95% 的海啸生命周期对右眼来说是不可见的，直到最后阶段，海啸才会浮出水面。现在，让我们回到地壳岩石板块发生移动的那一刻，这种震动非常强大，几乎达到8级地震。这意味着海啸是不可避免的。由于冲击的作用，海底的一部分上升，而另一部分下降，海洋开始垂直震荡，引发一系列波浪。如果一艘船正好停在地震中心上方，那么它是安全的，因为袭击其侧面的波浪高度大约为半米。但在海洋深处，从底部到水面，一切都在震动。
现在想象一下急速冲向海岸的巨大水量，以每小时400至880公里的速度前进，在某些情况下，速度甚至可以高达每小时1000公里。如果你在海岸等待像灾难电影中那样的致命巨浪，那么你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应对真正发生的事情，而且你自己也可能会遭遇死亡，不，应该说很大概率你会被水的异常行为困住。海啸来临之前，水通常会退却，暴露出海岸线，这是由于地震发生地点的土壤下降所致。如果在这个时刻你跑去捡贝壳，那么恭喜你，因为许多人第一次遇到海啸时，他们都会有这样的行为。与此同时，在海岸线外，部分海浪减速至每小时50公里，而其他水体开始上升。由于拥堵的原因，海洋越深处暴风就越高，随着海水退却的距离越远，海啸就变得越宏大。如果知道这种奇怪的行为的原因，你可以警告其他人即将发生的灾难。就像2004年英国女学生伊利·史密斯在印度洋海岸那样，幸运的巧合是她刚在地理课上学到海啸来临前的现象，并成功地说服了她的父母，同时帮助了约100人。请记住，你的行动必须要快，不要留恋外物。尽管海啸到达海岸时会减速，但它的速度仍然达到每小时数十公里。也就是说，当海啸出现在地平线上时，时间已经来不及了。你最多有20分钟的时间，用它尽快向内陆撤离10公里的距离。如果无法实现，爬上屋顶，或至少找一棵坚固的树。车辆的话，我之前就说过，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你会陷入其他人为了逃避灾难而拥堵的交通中。如果已经在水中，首先要扔掉那双沉重的鞋子和衣物，你有很大概率会被碎片击中，并被冲入海中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身上的衣物会让你逃生变得极其困难。同时，一旦水退却，要急于欢快地返回危险区域。就像1952年苏联城市塞弗罗格尔尼斯克的居民所做的那样，结果那些人在海啸中遇难了。那些在第一波浪中幸存下来的人，在半个小时后被第二波浪冲走，而第二波浪的高度约为15至18米。可悲的是，这种情况并不少见，通常会有几个波浪。第一波浪并不总是最大的，下一波浪可能需要2到3个小时才到达，并且不会遇到任何阻碍。第一波浪清除了路径，带走了汽车、树木和财产，而第二波浪则把它们全部冲回来，摧毁建筑物。这正是格里尔斯克发生的情况。地震从凌晨4点左右开始，当早晨的雾气消散后，漂浮在水中的碎片成为唯一残存的城市遗迹。所以，最后一次袭击结束3到4个小时后，你才能松一口气。但是，不要认为仅仅及时注意到水的奇怪行为就足以获得救援。海啸并不总是在前期退却的，因此仅仅依靠这个迹象是不够的。关于最准确的威胁信息将由海啸预警中心提供。事实上，地震波的传播速度要比普通海浪快得多。来自这样一个警报会为沿海居民提供几分钟的宝贵时间，有时甚至是几个小时。不过，并非所有强烈的水下地震都会引发海啸。重要的是，来自测量点的警报要早于海啸本身。在讨论水下地震时，不应忽视其他引发海啸的原因。有史以来最大的海啸发生在阿拉斯加，这次海啸是由山上900万吨的冰块掉落到海湾中引起的，水柱喷射至空中524米高，一股巨浪袭染了整个海湾，连树木也被连根拔起。一艘船被抛到距离镇中10公里的岛屿上。而19世纪印尼火山卡拉卡托火山爆发引发的海啸摧毁了成千上万艘船只，这些海啸夺去了成千上万的生命。尽管统计数据显示火山只占这类灾害的约1/5，但不仅自然界可以制造致命巨浪，人类自己也能够如此。例如在20世纪中期所发生的那样，通过在水下引爆原子弹，掀起了一股29米高的巨浪，小行星坠入水中成了海啸最罕见的因素。恐龙的灭绝就是由一颗直径在11到81公里之间的小行星坠入水中所引发的。撞击向大气层中释放尘埃，使地球失去了阳光，并引发了14米至1.5公里高的海啸。这些巨浪席卷整个行星，搅动了海洋，
最致命的海啸是发生在2004年苏门答腊岛附近的海啸，它影响了14个国家，夺去了20万多人的生命。当时引发海啸的地震释放的能量相当于2万枚狂早原子弹的威力。在海啸方面，最危险的地区是太平洋，也被称为火环。就小型海浪而言，即使在太平洋，它们通常每年不超过4次，而且每10年只有1次，最高纪录的高度约为10米。你是否曾目睹过海啸或其他自然灾害呢？最后，喜欢敏感的朋友别忘点个关注哦，拜拜。